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影响非常深远，但很多人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的变化，那就是苹果正式进入了后提姆·库克时代。而这次接棒的人，既不是市场派，也不是财务派，而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工程师——约翰·特努斯。这件事情释出的讯号其实非常明确。如果说乔布斯时代是产品革命，库克时代是供应链与全球化的巅峰，那么现在特努斯上台，代表苹果要重新回到技术主导的路线，而且是更硬核的那种，也就是将晶片、硬体与制造能力全部整合在一起。库克在日前的声明中，对这位接班人大加赞赏，称特努斯拥有工程师的头脑、创新者的灵魂，以及正直且具备荣誉感的领导核心。他是一位远见卓识者，过去25年对苹果的贡献不计其数。毫无疑问，他是带领苹果走向未来的最佳人选。这份高度评价反映了特努斯在苹果内部的独特地位，他被视为最具备苹果原始 DNA 的高阶主管。特努斯不是那种会站在台上讲愿景的 CEO， 他比较像是那种会在实验室里把产品一点一点磨到极致的人。他在苹果内部长期负责硬体工程，从 iPhone 到 Mac， 几乎所有你手上摸得到的苹果产品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回顾特努斯的职业生涯，最关键的一场战役莫过于主导苹果从依赖英特尔转向自研晶片的战略转移。这项决策在当时其实是一次巨大的豪赌，但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这一派的工程思维，结果大获成功。当 M 系列晶片推出之后，不只是 Mac 产品线被重新定义，整个 PC 产业的竞争逻辑也被改写了。这不是市场操作，而是一次纯粹的工程胜利。这种技术背景也深刻影响了他处理危机的方式。很多人会问，特努斯有没有处理危机的能力？答案是有，但他处理问题的方式非常有工程师的风格。当年 Mac 电脑的蝴蝶键盘设计引发负评如潮，苹果并没有一直透过公关手段来解释，而是直接选择最彻底的技术解法，重构了整个键盘结构。这种特努斯是逻辑就是，与其说服用户接受缺陷，不如从设计源头让问题消失。同样的思维也体现在供应链上。在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大乱时，苹果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因为特努斯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已经预留了系统弹性。这种让不同零件具备互换性的能力，实质上是极高阶的系统整合艺术。若将这段经验进一步抽象化，可以观察到一个更底层的结构正在成型，也就是所谓的苹果系统韧性模型。这套模型在特努斯所代表的工程体系中，可以清晰分为3个层次。首先是疫情验证层，这是在极端冲击下的稳定性测试，证明了产品在设计初始就必须考虑不可控环境。接着是供应链结构层，苹果实现了从单点依赖转向多路径冗余，透过多供应商并行、零件模组化设计以及产能的可替代路径，提升了系统的失效容忍度。最后则是自动化进化层，将韧性固化进生产系统。当特努斯接手之后，外界真正应该关注的，不只是产品会不会变，而是苹果整个制造逻辑可能会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在地缘和科技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已经不太可能再完全依赖单一区域的供应链。与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制造成本远高于亚洲，如果没有新的生产模式，所谓回流制造很容易变成政治口号，而不是商业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全自动化生产线变得格外关键。未来的苹果工厂很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而更像是一座高度自动化的系统，机器人负责组装， AI 负责检测，人工只在极少数环节介入。这样的模式才有可能在高工资环境下维持竞争力。换句话说，美国制造之所以能成立，前提不是人更努力，而是人更少。而这一切恰恰是特努斯这种工程背景领导者最擅长的事情。对他来说，产品设计、晶片架构与制造流程并不是3个独立的环节，而是一整套可以共同优化的系统。当设计一开始就考虑到自动化生产的需求，
当晶片本身就为 AI 与效率而打造，那么制造端自然可以被重构成一个高度精密，甚至接近无人化的流程。在特努斯的蓝图中，苹果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并非只是多放几台机械手臂，而是一场从底层设计、材料科学到 AI 视觉检测的系统性革命，具体包含了5个核心维度。第一，产品设计的自动化友善化 DFM， 这是特努斯最擅长的领域。要实现全自动化，产品在设计阶段就必须考量机器的手感，而非人的手感。模组化组装，将复杂的零件预先整合为几个大模组，减少机械手臂需要抓取的次数。紧固件简化，大量减少螺丝种类与数量，转而使用自动化机械更容易对准的卡榫或自动点胶技术。对其特征，在零件内部设计微小的导向结构，让机器人在微米级的精密度下也能精准合位。第二，高精准度机械手臂与客制化家具。苹果与发那科 FANUC 等顶级机器人公司深度合作，开发出专门针对3C 精密零件的设备。触觉回馈感测，机器人手臂配备高灵敏度的压力感测器，能模拟人类手指的力道，避免损坏脆弱的排线或萤幕。视觉引导定位 VGR， 透过 3D 视觉系统及时识别零件的位置与角度，机器人不再只是死板的重复动作，而是能根据来料的微小误差自动修正抓取路径。第三， AI 缺陷检测系统 AOI 升级版。传统的人工指检速度慢且标准不一，苹果现在大量采用搭载深度学习算法的自动光学检测 AOI。 毫秒级辨识，相机在零件通过的瞬间拍摄数千张照片， AI 会自动侦测比发丝还细的刮痕、组装缝隙或焊点瑕疵。数据回馈闭环，一旦 AI 发现废品率异常上升，系统会立即回溯生产线的前端零件，自动调整机器参数，防止大规模次品产生。第四，特殊拆解机器人 Daisy 与 Dave。 自动化不仅在于生，更在于灭。这是特努斯韧性模型中的闭环关键。自动化回收，苹果开发了名为 Daisy 的机器人，它能以每小时拆解200台 iPhone 的速度，将电池、振动马达、主机板精准分离。稀土金属回收，另一台机器人 Dave 则专门负责拆解触感引擎，回收稀土磁铁与钨。价值是，当苹果能自动化拆解旧设备，就能减少对外部稀有金属供应链的依赖。第五，虚拟孪生与数位化工厂。在真正的生产线运作之前，苹果会先在软体中建立一套数位孪生 Digital Twin。 模拟优化，在电脑中预先跑数万次模拟，找出产线中最容易发生拥堵或故障的节点。镜像复刻，正如文章提到的，这套数位标准一旦建立，苹果就可以将整套产线数据从中国镜像复刻到越南、印度或美国，而不需要派驻大量技术人员去手把手教学。总结来说，苹果的自动化不再追求单一产线的快，而是追求整个制造系统的可预测性。对特努斯而言，最好的工厂就像一具巨型的苹果装置，每一个机器人、每一颗晶片、每一道工序都在一个闭环的系统中协同运作。而这种对掌控力的执着，也完整体现在苹果的人工智能愿景中。在 AI 的战场上，苹果追求的是隐私主权与边缘运算的终极整合。特努斯将 AI 视为一种隐形的功能，要构建一个最懂你的个人情报中心。在人工智能的战场上，苹果一直被认为节奏稍慢，但如果你深入观察特努斯的布局，就会发现这其实是苹果后发先至的一贯策略。特努斯所代表的工程思维，将 AI 视为一种隐形的功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聊天机器人。苹果的愿景并不是要给你一个无所不知的云端助理，而是要构建一个最懂你的个人情报中心。在2026年的今天，这个愿景已经透过3大核心技术完全落地。首先是端侧 AI 的全面爆发。与竞争对手高度依赖云端伺服器不同，苹果将绝大部分的 AI 算力直接压进了 M 系列与 A 系列晶片的底层。这意味着你的邮件摘要、照片分类，甚至是复杂的影片剪辑优化，都是在装置本地完成的。对特努斯来说，只有运算发生在本地，才能确保零延迟的体验，
并彻底解决隐私泄露的后顾之忧。其次是划时代的私有云端运算技术。当本地算力不足以处理超大型任务时，苹果推出了 Private Cloud Compute， 也就是私有云端运算。这项技术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使用了与 iPhone 相同的自研晶片来构建伺服器。即使数据必须上云，苹果也能在物理层面上保证这些数据即用即焚，连苹果公司自己都无法解密。这在当前 AI 隐私混战的时代，无疑是苹果最强大的战略护城河。最后是 AI 与硬体感测器的深度融合。在特努斯的领导下， AI 不再只是文字处理，它开始与 Vision Pro， 甚至是搭载摄影镜头的下一代 AirPods 结合。透过电脑视觉，苹果的 AI 开始具备理解现实世界的能力。它能识别你眼前的物体，记住你把钥匙放在哪里，甚至在你需要导航时，直接在你的视觉边界给出提示。总结来说，特努斯眼中的 AI 愿景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它正在将 AI 转化为一种像电力一样无处不在，却又无感存在的底层架构。苹果不打算跟 OpenAI 或 Google 争夺谁的对话更像人类，苹果真正在乎的是如何让 AI 成为你硬体的一部分，让技术主权重新回到使用者手中。在约翰·特努斯时代，苹果正转型为一家结合硬体、晶片、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制造的超大型整合公司。这次换人，标志着苹果正在回归由工程师定义未来的黄金时代。苹果的重心正从如何将产品迈向全世界，转向如何从源头掌控这些产品的诞生。下一个10年的竞争将不再仅仅是软体功能的堆叠，而是底层技术掌控力的全面比拼。